多谢大家前来送我母亲最后一程。还是谢你们魏叔叔吧。苏天后能有如今的成就，多亏了他这位金牌制作人。在我们心中，魏叔叔早就是如同父亲一般的亲人了。你怎么来了？谁允许你来的？马上给我离开！我是苏菲的丈夫，是你们的父亲。现在我妻子去世，我凭什么不能来见她最后一面？你是我妈的丈夫，是我和姐姐的父亲，想送妈妈最后一程，你个臭哑巴也配！从我妈的灵堂前滚出去！秦霜，怎么能和你爸这么说话呢？苏菲的那些成名曲，哪一首不是我做的？将她扶持上天后宝座的人明明是我，而他才是那个剽窃了我一辈子的骗子！你在这胡说什么？魏叔叔可是金牌制作人，怎么可能会剽窃你？秦风，我知道苏菲的离世对你打击很大，可你也不能胡说啊！谁不知道我魏浩然是格莱美奖获得者？以我的实力，又怎么可能会剽窃你呢？我不许你这样污蔑我魏叔叔！要不是你从中作梗，我妈早就和魏叔叔在一起了。世上最廉价的就是一贫如洗的真心和一事无成的温柔。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你的嗓子是我毒哑的。不可能！你知不知道，妈妈的临终遗言就是不让你参加她的葬礼。不仅如此，她的遗产你也拿不到1分钱。我和秦霜一半，剩下的一半给魏叔叔。这一生，我终究是错付了。我能说话了。这是我20年前还没有被毒哑时住的阁楼。这是在阁楼里给苏菲创作的第一首上榜金曲。我重生了。苏菲跟孩子们既然都不在乎我，那么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我要让他们后悔。魏叔叔，这是妈妈专门为你做的拿手好菜，你快尝尝。魏叔叔，你对我们真好，你要是我爸爸就好了。菲菲，你今天真漂亮。秦风，你别误会，我跟浩然什么都没有。这么着急跟我解释，你是做贼心虚了吗？你什么意思？秦风，是我刚才喝了点酒，我给你倒杯酒，赔个不是。上一世我就是喝了这杯酒才被毒哑的。那我就让你喝个够！秦风，你疯了！菲菲，都是我不好，是我让秦风误会了，你别怪他。浩然，你别自责，是秦风小肚鸡肠，一点男人的风度都没有。亲眼看着自己的老婆跟别人接吻，你让我有风度？苏菲，你说的是人话吗？刚才魏叔叔都解释了，他只是喝多了情不自禁，你简直不可理喻。就是小气鬼，快跟魏叔叔道歉！瑶瑶、双双，别这样说，秦风毕竟是你爸爸，这段时间是我打扰你们一家人生活，让秦风有怨言了。秦风，你放心，我这就走。魏叔叔，你不要走！浩然，你不用自责，刚才那事儿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秦风，跟浩然道歉，道歉！苏菲、秦路遥、秦霜，从今天起，
你们就跟魏浩然过去吧，我们之间彻底断气。妈妈，爸爸他那么过分，你还管他干嘛？他想走就让他走。就是，爸爸无理取闹，明明一切都是他的错。我的头好痛。浩然，你怎么了？没事的。肯定是爸爸刚才把酒泼到魏叔叔头上，害他生病了。爸爸太坏了，臭爸爸！菲菲，我能撑得住。秦风赌气离开了，你跟孩子们快去把他找回来吧，不用管我。明明都是秦风的错，你才是受害者。他要走就让他走吧，我送你去医院。老天又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这一世，我不会再为他们而活。记得上一世，苏菲就是在西红柿音乐节一鸣惊人，从而进入娱乐圈。这一世，这个机会属于我了。一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大家和我一起唱好吗？朋友，可以让大家都听到你的歌声吗？音乐！我有一首原创献给大家。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找个借口，这确定不是在放原唱吗？让我接受。这唱的也太好听了吧！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唱得可真好。你爱不爱我？唤醒自己，却不再难。砸场子的，真是来砸场子的。不过他唱的确实太好了。我发现宝了。秦风，今天怎么回事？我的咖啡跟水果呢？为什么没准备？菲菲姐，秦风一直没来公司。没来公司？爸爸真小气，肯定还在为昨晚的事不高兴呢。他往魏叔叔头上倒酒，害魏叔叔生病，明明错的是他，还好意思生气呢。切！菲菲，秦风昨晚离开到现在还没回来，要不我去找他道歉吧。这一切都怪我。这不怨你，一个大男人随便说两句还学别人离家出走，有种一辈子别回来。对，有本事就永远别回来了，这样的话魏叔叔就可以做我们的新爸爸了。耶！魏叔叔可以做我们的新爸爸了。胡说什么呢？回去写作业去。菲菲，孩子童言无忌，你别当真。几天后，明日之星歌唱大赛就开始了，我需要准备新歌。你给我写的新歌呢？拿来我先练习一下。苏菲还不知道，之前我给她的歌稿都是秦风创作的，现在秦风不在，我拿什么给他呀？秦风说想学习一下，我就把歌稿给他了，他还没还给我。
什么？你好，我是这次音乐节的主办方 KK 集团的总裁江岩，请问先生怎么称呼？秦风。秦风先生你好，我想知道刚刚你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过？那首歌叫《无悔》，你没有听过，是因为我还没有发布。你是说刚刚那首巨好的歌是你原创的？天哪，真捡到宝了！这么有才华的男人，我要是把他签下，那我 KK 娱乐岂不是要一飞冲天了？江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西红柿音乐节的舞台太小，我的目标是更大的舞台，所以很抱歉。你等等，你等等，秦先生，明晚我会邀请歌坛天后来捧场，只要您能得到她的青睐，就有机会参加当前最火的音乐选秀节目《明日之星》。那就多谢江总了。不用谢，帮你也是帮我自己。今天这首原创歌比之前差太远了。哎，别说了，出来了。这首怎么样？好，很好，还是和以前一样棒。对对，你觉得呢？很棒，下周的明日之星，你一定能凭借我给你创作的这首新歌杀出重围，一举拿下金曲奖。可我还是觉得差了点意思。秦风对音乐挺敏感的，要是他在就好了。陆瑶，你爸呢？叫他来接电话。什么？几天都没回家了？几天都不回家，秦风简直过分。等他消气了，应该就会回来了。对了，菲菲，参加明日之星歌手大赛前，你不是想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吗？场地已经搭建好了，以你如今当红女歌手的神气，演唱会一定会座无虚席。但愿吧。如果没有新歌，明日之星大赛该怎么夺冠？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我的原创歌曲《黄昏》，希望大家喜欢。什么黄昏？根本没听说过，我要听无悔。宣传不是说有很厉害的歌手吗？就这，完全不认识啊！快让他下去吧！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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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际无边。天哪，竟然丝毫不比昨天的无悔差，这也太强了吧！没想到这家伙实力如此之强，无论歌词、编曲还是嗓音条件，都堪称一流，有望成为下一个天王巨星。静云，怎样？我没骗你吧？这么厉害的人，绝不能埋没。我要把他推荐到明日之星歌唱赛。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突然的身后有急速落地，你再给我一场疯狂。菲菲姐，这次演唱会3000张席位，咱们只卖了不到100张，不仅没赚到钱，还亏了20万。以我的人气，不应该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去查，一定要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灵感，我写不出来东西。我也一样。
喂，菲菲姐，演唱会的事我查出来了。演唱会当晚，原本我们的票都被抢空了，可后来大家听说西红柿音乐节上有个人唱的歌很好听，跟着观众们就都纷纷退票，跑去看西红柿音乐节了。什么？这怎么可能？菲菲，你看，就是这家伙把咱们观众都抢走了。这个人怎么有点像爸爸呀？这个角度看，确实有点像秦风。不能吧？只有一张侧面也看不清长相啊！你们肯定认错了，爸爸好吃懒做，一无是处，他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好你个秦风，竟然敢把我拉黑！菲菲，你别生气，不管谁离开你，我都会永远陪着你。虽然秦风把歌稿带走了，但我们可以去找这位爆火的歌手，让他给我们打造新歌。就这么决定，利用咱们公司的一切资源，尽快得到对方的联系方式。明白。喂，先生你好，我叫苏菲。竟然是苏菲，她怎么知道我的新号码？你有事吗？我想请你帮我写首歌，价格不是问题。看来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菲菲，情况怎么样了？那位西红柿音乐节上爆火的歌手答应给你写歌了吗？对方说自己现在很忙，但是也没有拒绝，那就代表有希望。这太好了！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我的歌稿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知不知道那份歌稿对我意味着什么？魏浩然不是你的制作人吗？不是对你很重要吗？你找他要啊，找我干嘛？我都说了，那只是个误会，我和浩然是清白的，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爸爸，你一个大男人的，还打算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妈妈都说了，魏叔叔只是他的合作伙伴跟朋友而已。爸爸，你斤斤计较，不嫌丢人现眼吗？我无理取闹，我丢人现眼，在你们眼里就只有歌稿和魏浩然。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有血有肉，我也会难过，也会委屈。那天是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我向你道歉。那歌稿对我真的很重要，你把它给我吧。歌稿一直都放在我住的阁楼，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可他却没有找到。看来他对我的离开从来就没有过半分的留恋。你知不知道没了歌稿，妈妈和魏叔叔都快着急死了？爸爸，你能不能别跟个小孩子一样胡闹了？今天你要是敢不把歌稿交给妈妈，从今往后我都不会再叫你爸爸了。没有，秦风，现在我已经对你示好道歉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你对我示好，我怎么没感觉到呢？既然你这么绝情，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几天前在西红柿音乐节，以一曲《黄昏》爆全网的歌手已经答应给我写歌了。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写歌了？秦风，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不信是吧？那我现在就给人家打电话，我会让你明白，即便没有你，我一样能参加比赛，照样能夺第一。现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这怎么可能？难道你……没错，我就是你说的那位在音乐节上以一首《黄昏》爆红网络的歌手。你竟然真的是你！你既然能创作出这么好的歌曲，为什么不给我？你一直在提防着我是吗？我一直有给你，只是你以为那些歌曲都是魏浩然写的。你什么意思？秦风，你怎么跑这里来了？这个女人是谁？跟你是什么关系？怪不得爸爸不回家呢，原来是背着妈妈去找其他女人了。妈妈这么在乎你，没想到爸爸你竟然是个渣男！你对得起妈妈，对得起我们一家吗？我现在的生活与你们无关，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秦风，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是谁啊？不相干。菲菲，我找到歌稿了。找到了？哪里找到的？秦风住的阁楼。竟然真的是秦风的笔记，难道真是他？菲菲，比赛就要开始了，你赶紧先看看歌稿吧。如果不爱，又为何要招惹？付出感情，又怎么能割舍？分手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后心动的人总是难以释怀。可我们之间也已充满责任。没想到他还是去了最嫌弃的阁楼。秦风，这个苏菲我有些了解，她很有实力，台风也很稳，可能会成为你的劲敌，有把握吗？只要秦风拿出昨天那种级别的歌，就一定没问题的。
秦风，你无理取闹，小肚鸡肠，等我彻底大火后，你一定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果风能够吹散痛的阴霾，一怒冲刷走回来，是不是那个人就能忘怀？不可思议，2个9分，1个9.5，看来本场冠军金曲奖被苏菲小姐莫属了。现在请苏菲小姐下台，接下来我们有请另一位歌手登场。他要干什么？他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开什么玩笑？他是我推荐来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徐天后，要开始了。接下来我要唱的歌是《天后》。终于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这个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啊？这歌词真是字字诛心啊！天哪，这首《天后》太好听了，我都要成他的粉丝了。这首歌《天后》的词曲，甚至还要在昨天的春泥之上，不但这么有才华，还长得帅，简直就是白马王子啊！又是一首金曲，实在太好了。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居不小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的爸爸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秦风，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创作出了这么好的歌曲？当作天后，我不会再是我。好，这位歌手演唱的《天后》真是太动听了，看来苏菲小姐的27.5的高分记录有望被打破啊！有请评审团打分，3个10分。天哪，竟然是全满分！这可是有史以来唯一全满分得主啊！让我们把呐喊声送给秦风。徐天后，秦风赢了，我就知道他一定能行的。他开口唱第一句的时候，我就知道没人够资格跟他争这个冠军了。秦风，你初出茅庐，凭什么一登场就能夺冠？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魏叔叔，爸爸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他刚刚在舞台唱的歌是你给他创作的吗？这还用问？肯定是爸爸盗用了魏叔叔和妈妈的歌稿。这种事儿又不是他第一次做了。孩子说的都是真的。明日之星歌唱比赛到此正式结束。现赛场得分最高的是歌手秦风先生，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恭喜秦风先生夺冠，揽获金曲大奖。秦风先生，祝你以后在音乐的道路上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好音乐。等一等。魏浩然，他突然跳起来做什么？现在正是颁奖的关键的时候，你捣什么乱？我认得你，你是苏菲的制作人，你一定是看到秦风赢了，心里不服气，所以存心捣乱的，是不是？不服气别人比自己唱的好就跑出来捣乱，真是够丢人的。是不是输不起？输不起就回家继续练吧，别丢人显眼了。快坐下。有一件事，我想告诉大家，秦风刚刚唱的那首歌，其实是我写的。什么？究竟怎么回事？秦风是抄袭了我的歌才夺冠的。这件事我原本不想说，但不说出来，我觉得对其他参赛选手不公平。没错，我可以作证，魏叔叔才是这首歌的创作人。我也可以作证，之前我还听魏叔叔唱过这首歌。没想到我的孩子也会帮着一个外人诬陷我。原来是抄袭的，这个解释，如果他真这么有实力的话，早就成名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吗？那他之前唱的2首歌也是从别人那里嫖起来的吗？徐天后，这只是他的片面之词，现在事实真相还没有确定，我们一定要相信秦风啊！但愿吧。秦风，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竟然会拿走浩然的歌来参加比赛，你不配站在这个舞台上。秦风，别怪我，只有你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狒狒才会彻底抛弃你。冠军只能属于他，而他永远只属于我。你不愿意相信我，我解释什么都是多余的。这么说来，你承认抄袭了？苏菲，要不还是算了吧，那首歌就当是我送给他的了。
我也不想看到你们的关系因为一首歌再恶化下去了。不行，明明你才是创作者，凭什么功劳全让秦风抢走？我今天必须要给你主持公道。说话，那首歌你是不是承认抄袭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从来没有相信过我，哪怕一次。秦风先生，请你给出合理解释，证明刚刚演唱的歌曲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不然我无法给你颁奖。清者自清。这样的解释可不足以服众。虽然我无法解释，但我能证明。证明？既然那首歌有争议，我就现场创作一首没有争议的，这样你们总无话可说了吧？现场创作，我没有听错吧？这可是明日之星大赛现场啊！他爸不是疯了吧？现场创作，秦风，你疯了吗？你以为金曲是这么容易创作出来的吗？秦风，你到底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装模作样，临场创作出来的，能是什么好歌？我看呀，这不过是他逃避抄袭的借口罢了。他真的能行吗？虽然我相信秦风的实力，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首比肩天后的歌曲，我还是觉得有些不现实。秦风，现在没人相信你就继续装吧。等你装不下去，还是要乖乖让出冠军宝座，永远背负上抄袭的骂名。这前奏，我有预感，这首将不会逊色于刚刚天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叫《爱情转移》，送给大家。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好，真的不输刚刚那首天后，不敢想象，这居然是秦风临场创作的新歌，他也太强了吧！好听，好听啊！秦风居然会用2种方式来演绎这首歌。秦风，我们信你。秦风，浩然，这首歌是不是秦风剽窃你的？怎么回事啊？秦风怎么不唱了？魏浩然，这首歌是我抄袭你的吗？如果是的话，请你把歌曲的后半段唱出来。说话，你刚刚那份咄咄逼人的劲儿哪儿去了？不是，这人心虚了。看来他刚刚说秦风抄袭，应该是真的朝秦风泼脏水了。肯定的啊！幸亏秦风留了心眼，故意剩下一半给他唱，不然等秦风唱完，他又该说是他创作的了。真不要脸！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秦风简直越来越过分了，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跟浩然难堪。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秦风，实至名归，无可争议。让我们再次恭喜秦风先生以100分夺冠！秦风。我们走。爸爸小心眼，竟然跟妈妈怄气较劲，害妈妈和魏叔叔丢脸，太可恶了！有这样一个爸爸，我都感觉蒙羞，真恶心。秦风，我是苏菲的白月光，就算你再优秀，只要有我在，你的孩子跟妻子永远只会讨厌。秦风，恭喜你夺金金曲大奖，我就知道没有看错人。今天能夺冠，我也要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的极力推荐，我也无法登上这个舞台一战成名。秦风，明天我们圈内会有一场音乐人酒会，里面有很多金曲奖大咖和实力雄厚的制作人、投资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攀登更大的舞台？你们有事吗？有事吗？苏菲小姐，比赛结束了，你已经输了。秦风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能愿赌服输，不要再纠缠他了。苏菲小姐，你好歹也是乐坛新秀，若是让人知道你是输不起的人，恐怕有失你的身份吧。他是我老公，我找他算是纠缠吗？找我做什么？果然得了金曲奖，在我面前说话都硬气了，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冠军，这次你终于开心了。爸，你知道为了这个金曲奖，妈妈和魏叔叔付出了多少吗？小气鬼，小心眼，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要怪罪秦风了。他选择这样做，肯定有他自己苦衷。
秦风，还愣着做什么呢？赶紧给苏菲道个歉。我求求你了，别再装好人了，我真的要想吐了。秦风，浩然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他又没错，你凭什么这么对他？就是，爸，你还不知悔过？魏叔叔对我们一家这么好，你这样做，完全就是恩将仇报。没错，明明是爸爸你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不仅要给妈妈道歉，还要给魏叔叔道歉。我是你们的父亲，含辛茹苦把你们拉扯长大，可是自从他来之后，你们都永远选择站在他那一边，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无论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相信，这对我公平吗？你说我夺走了你的冠军，冠军就摆在那里，你自己没本事拿，怨我？这个人公开造谣，抹黑我抄袭，你们有选择相信过我吗？我陷入众选之地，被人指指点点，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发什么疯？这件事又不能全怪浩然，他当初也是为了我的事业一时着急才会说那些话，他没有想真的害你。对，魏叔叔也很后悔当初说的那些话。你一个几十岁的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别总斤斤计较？秦风，我当时只是太想让苏菲拿冠军了，所以才一时头脑发热说那些话。我跟你道歉，要怪你就怪我吧，别因为我影响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你还知道都是因为你啊！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为什么还不赶紧滚？秦风，你怎么能对浩然这么说话？人家都跟你认错了，你还想怎样？给浩然道歉，不然我绝不会原谅你。爸，你真的太过分了，赶紧给魏叔叔道歉，不然和秦霜也不原谅你。对，给魏叔叔道歉，赶紧给魏叔叔道歉。神经病！秦风，你会后悔的，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妈，你就别生气了，爸估计也在气头上呢。等几天他消气了，肯定会回来跟你和魏叔叔道歉的。妈妈，你别气坏了身体。气死我了！秦风越来越不像话了，以为得个金曲奖就可以肆意妄为。过几天就算他回来道歉，我也绝不会原谅他。什么？真的吗？那太感谢你了，明天我们一定到。苏菲，好消息啊！等了这么多天，我们终于收到音乐人神秘酒会的邀请了。虽然我们没有拿到金曲奖，但能有幸参加这么高档的音乐人酒会，也不算亏本。这酒会真有那么厉害？能和金曲奖对比？当然。你知道有资格参加这场酒会的都是些什么人吗？起步都要是金曲奖获得者，单单是金曲歌王天后都有好几位，还有许多金牌制作人和商圈大佬。就这么跟你说吧，今晚我们但凡是攀上里面任意一人，都算不枉此行。原来如此，那待会儿一定要多结识几位大咖，只要他们愿意给资源给投资，我们肯定能一冲天的。没错。那还等什么？赶紧进去吧。怎么了？神秘酒会的要求是必须戴面具出席，不过你放心，我给你挑了个最小的，保证不会遮住你的美。就你会说话。秦风，等会儿我给你介绍圈内前辈大咖认识，只要你能抓住这次机会，日后便是一路光明。多谢。不客气，我们进去吧。那三人全部都拥有多首传唱度极高的金曲，那两人刚一出道，专辑就卖了100万销量。那最厉害的还是那个被众星捧优的金牌制作人江点。江点，上一世苏菲魏浩然就是凭借着我的歌慢慢走红，最后被这个江点看中，
一举推送到好歌声选秀节目当导师，红遍全国的。对，他可是业内顶尖，捧红的歌王、天后2只手都数不过来，就连我都是他带出来的。等会儿我带你去认识认识。那就先谢过了。客气什么？凭你的才华，今天就算没有我的介绍，日后你也会被他们发掘的。我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有些好奇，他们都戴着面具，你是怎么精准认出每一个人来的？面具不过是个情调，没人想真的在这里玩神秘，所以大家都把面具戴得小小的。谁像你这么诚实，戴个这么大的面具？行了，我们过去吧。他们也来了。浩然，那个人看着好熟悉啊，感觉像在哪里见过，要不要回头结交一下？面具把大半张脸都遮住了，能是什么厉害的人物？不用理他，我们还是赶紧先去和王总与制作人打个招呼吧。看来他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的位置。你们还真是厉害，我都打扮成这样了，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认出来了。还不是都怪江总您太帅了吗？都是江总那该死的帅气暴露了他自己。江总，你看我都半年没有好的作品了，你能不能帮帮人家啊？江总，人家也是，你也帮帮我嘛。好说，回头我给你们每人写2首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谢谢江总。江总，又来了一群没有自知之明的18线歌手。现在知道江总为什么不想被人认出来了吧？就是怕这种18线小歌手混进来纠缠。保安，保安，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赶紧把他们给我赶走！请2位尽快离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江总也是你们这帮土鳖随便能攀高枝的？还不走？真想被丢出去吗？江总，玩够了吧？玩够了，你们都退下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现如今乐坛当红天后徐晶云，也是我的得意之作。原来是徐天后，刚刚怪我没认出来，见谅见谅。对对，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静云，你别生气，我就是跟你开个小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我猜出来了，秦风，你也坐。我们这里坐着的都是1线顶流，你算是哪根葱？他叫秦风，昨天刚在明日之星夺得了金曲冠军，是个很有才华的人。金曲冠军算什么？我们在座的哪个不能随便拿出3首5首金曲？如果只有这点实力，我劝你还是去隔壁桌吧，坐这里你还不够格。不属于自己阶层的圈子，不要硬融。看在徐天后的份上，我们给你留点体面，赶紧走吧。全是一群势利之人，秦风是我带来的，不能让他受委屈。体面？小子，听你口气，好像不是很服气。我认识你，你歌词垃圾，编曲无聊，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吃第一手成名作的老本，近些年来更是毫无建树。就那种水平的歌，我7部就能写出。这是刚才那个人，他也太狂了吧，竟敢说出7部成曲这种话。不知死活，敢在江点那桌如此狂妄。要知道那桌坐的可都是超级大咖，得罪他们，看来此人的前途也就到此为止了。好大的口气，这种牛皮都敢吹。你是不想在乐坛混了吧？徐天后，这就是你带来的人吗？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不是从精神病院把他带出来的。秦风，怎么办？我也帮不了你了。就连你也觉得我是在吹牛？不是我觉得你在吹牛，是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有人能够做到7部成曲。现在就连徐天后都不相信你，你还有什么话可说？闭嘴！你的口水曲我仅需3部。没想到他是这样狂妄无度的人，是我看走了眼。我以为他只是性格孤僻，不懂与人相处，原来他是本性如此，狂妄自大，是我识人不清。你故意找茬是吧？算了算了，咱们没必要跟这种爱吹牛的废物生气。走，咱们吃咱们的。1部，2部，3部。他来真的？他疯了吗？这怎么可能？哗众取宠罢了。别装模作样了，3部成曲，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儿。是啊，
这么短的时间，即便是你创作出了歌曲，那也是垃圾。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跳梁小丑。这前奏感觉还不错。风到这里90年。天哪，这真是现场能创作出来的！这婉转悠扬的曲调，节奏简直堪称经典。进去，绝对的进去！徐静云，你挖到宝了！天才，怪不得他会这么狂。我要是有他这本事，我一定比他还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重他了吧？以他的才华和天赋，未来就算是没有我们的帮助，成就也一样不可限量。圈圈圆圆圈圈甜甜甜甜甜的我。天才，菲菲，我们发现宝藏了。心碎了才懂。菲菲，我们发现宝藏了。先不要说话，先让我把这首歌听完。好，真是一场极致的听觉享受啊！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我刚刚真不应该怀疑你的才华。我刚刚创作的歌曲，比起你们的，如何？说话。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道歉！对不起，刚刚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你写的歌真的很棒，我们心服口服。捧红了无数歌王天后的江点都这么看重他，看来今天过后，这个男人势必要一飞冲天，震惊整个乐坛了。对，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如果能再从他手中买到这首歌的版权，就更好了。现在就主动出击，别等会儿被人抢了先机。先生，你刚刚唱的实在是太好了，短短3步路的功夫就能创作出如此天籁，真是让人敬佩啊。对，起初你说能够3部成曲，我不知道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们是绝对信的。我看你的气质，就知道你绝非普通音乐人。原来他们并没有认出我来。我是新势力歌手苏菲小姐的制作人，这是我的名片，希望日后能有机会跟先生合作。这么热情，原来是想讨好我。哪冒出来的狗屁新势力歌手？你懂不懂规矩？就跑出来插队？插队？想攀关系也要有个先来后到。先生，我是大王娱乐的音乐总监，我能买下你刚刚那首歌的版权吗？先生，我也是个歌手，我能跟你约歌吗？多少钱都不是问题。我也想跟先生你买歌，我不挑，你开个价吧。还有我。挤不进去，根本挤不进去。静云，等会儿你能介绍我重新认识一下他吗？好说。感谢啊。终于排到我们了，苏菲，我们赶紧过去。那个名片，先生，这是我们的名片，有机会的话。先生，我们公司也是很有实力的，只要你愿意给我们写歌，钱不是问题。这么说来，你们还真挺有实力的。对，只要是您写的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给。可是我不愿意。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你凭什么认我的名片？所有人的名片你都收下了，凭什么这么对我？因为你不配。混蛋！你故意找茬是不是？你干什么？快放开他！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这种地方撒野！今天你要是敢动这位先生一下，今后你就别想在乐坛混了。对，他可是我们大家的才子，你动他就是与我们所有人为敌。浩然，不要再闹了。可是他太过分了，他竟然把……我让你闭嘴。我们先动手是不对，可是先生，难道你就没错吗？我们才只是第一次见面，你不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吗？过分？这你就受不了？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一个哑巴会写什么歌？竟然还抢浩然的功劳，赶紧做饭去。浩然，我们的新专辑又火了，等会儿我们要去哪里庆祝啊？啰嗦，这是你道歉该有的态度吗？对不起，我不该问那么多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以为自己写首破歌，他们就会真帮你给你资源吗？别做梦了，你火不起来了，这辈子都不可能。金先生，只要你点头，我愿意给你鼎力支持。
发专辑、上综艺，保证在3年内将你打造成下一个天王巨星。现在呢？浩然，你说那个在酒会上大放光彩的男人会是谁呢？昨天我们把他得罪了，他不会报复我们吧？想报复我们，他也得有那个实力。虽然他昨天得到了江点青睐，但日后如果他写不出好歌，一样会被江点之流抛弃的。所以啊，菲菲，你就不要担心了。但愿吧。苏总、魏总监，我们最大的投资人黄总来了，现在正在会议室等你们呢。他来做什么？这就是你们在音乐人酒会干出来的事，把所有大咖和我生意上的伙伴全部得罪光了。你们是疯了，还是公司不想开了？当时我就想着给苏总出头来着，没想那么多。你不用跟我解释，我来就是通知你，投资暂停，半月内你们要是还没有好作品问世，就自动解除所有合作关系。黄总，苏菲，你这位制作人能力一般，实力一般，脾气也一般，我建议你把他换掉。如果你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可以给你推荐。这个黄总说话也太难听了，我公司的事需要他来指手画脚。对，他管的是挺宽的。你也是，如果你昨晚不冲动，黄总也不会跑来教训我们。我知道错了。近日，明日之星舞台夺得金曲冠军的新锐歌手秦风，凭借3首原创金曲蹿红网络，被大众所熟知。资深媒体人评论其是最有望冲击天王宝座的人选。该死的秦风，人都走了还不消停。要是他还在我身边，我也不会沦落至此吧。我们就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要该怎么做才能让黄总放弃撤资？办法我倒是有一个。央台第1档真人选秀栏目《好声音》将于明日面向大众公开拉回人气，稳住投资人。你是说想让我参加这种低级的选秀节目，和一群小歌手同台竞技？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让我们欢迎未来的天王秦风正式加入我们好声音导师团，干杯！干杯！干杯！这句词不行，这里用2个8度，音调有些太高了，也不行。喂，叔叔，你快帮我看看，我这里有一道题不会做。不是说过，在我创作的关键时刻，谁都不要来烦我的吗？你是没脑子，还是故意在给我添乱？你知不知道，今天我要是再写不出歌来，不单单是我，你妈和你们也要跟着一起喝西北风。喂，叔叔，你吓到我了。出去，别再来烦我了。如果是爸爸的话，他肯定不会凶我。我想爸爸了，你想爸爸了吗？可是魏叔叔说，爸爸不要我们了。秦风，对于加入好声音做导师，你压力大不大？秦风创作的天王歌曲全网掀起了热议，对此你有什么想对镜头前的粉丝说的吗？感谢大家的喜欢，我一定会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好作品。菲菲，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也该进去了。15号选手，请准备登台。别紧张，就当是开演唱会了。这种小场面还吓不到我，我只是有些不甘心，以我的实力和人气，竟然会沦落到要和他们同台比试。忍一忍就过去了，他们都是陪衬，根本不用当一回事。嘀嘀咕咕说什么呢？什么就陪衬了？我们哪里差了？你瞧不起谁呢？瞧不起你怎么了？知道我身旁这位是谁吗？新锐实力唱将苏菲，跳楼机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就是我们苏菲的作品。我们还开过10多场演唱会，你比得了吗？既然这么厉害，那还来这里参加海选比赛干什么？你们不是应该在导师席上对我们品头论足的吗？都混到和我们同一起跑线了，就别装大咖了。就是，不嫌害臊。你们。等会儿我会用实力让你们全部闭嘴的。嗓音条件一般，中间还跑调了2次。我的选择是再接再厉吧。很遗憾，17号选手惨遭淘汰。现在让我们有请18号选手登台献唱。加油！各位导师好，我叫苏菲，怎么会是他？他
为什么会坐在导师席上？秦风的妻子怎么跑来参加海选了？我有关注过她，她唱歌也很好的。秦风的妻子。台上的这位选手，请开始你的表演。我接下来要演唱的歌曲是《江南》，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江南。风到这里10年，念住过客的思念。雨到这里的声线，我怎么感觉有点跑调呢？来一下这我词曲了。这首金曲还没有正式发表，现在的传唱度是0。如果今天被菲菲唱火了，那这首歌就是我们的了。菲菲加油，你是最棒的！你追随了才懂。18号选手演唱完毕，现在有请我们导师团3大导师给出他们的选择。观众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位歌手是会晋级呢，还是惨遭淘汰呢？Out。秦风，你故意找我麻烦是不是？秦风，他怎么会出现在导师席？现在他坐在那个位置上，肯定会为难菲菲的。秦风，你真该死啊！这位选手疯了吧？竟然敢质疑导师和导师争吵，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淡定淡定，我没有兴趣找任何人的麻烦。你唱的不好这件事，所有人有目共睹。我既然身为好声音导师，自然就要给节目组把好关。说的冠冕堂皇，你明明就是还在吃我制作人的醋，所以仗着自己手中这点权利为难我，什么情况对不对？这里面有故事。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这是要有好戏看了吗？这里是好声音海选舞台，我不想在这里跟你聊这些。你心虚了，如果你心虚了，就请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而不是在这里故意刁难我。你说我刁难你，那我今天刁难你了，如何？秦风你，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其实我是秦风的老婆，我是秦风的老婆，我和我的制作人是正常朋友关系，可他却因为吃醋故意给我否决票，还拉上徐天后他们一起淘汰我。老婆，原来是这么回事吗？我就说这里面有故事，惊天大瓜！原来秦风已经结婚了。大家好，我就是被秦风视为情敌的制作人，我叫魏浩然。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我和苏菲是清白的。秦风，你太敏感了，今天的舞台真的对苏菲很重要，求你高抬贵手，别毁了她的前程啊！连当事人都出来委曲求全的解释，看来这秦风挺不是东西啊。就是，连自己老婆都信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斤斤计较，真小心眼。秦风，现在你成了众矢之的，我就不信你还敢继续为难我。秦风，我一定要毁了你，把你打入万丈深渊。菲菲永远只能属于我。秦风，现在舆论对你很不利，要不就给他通过吧。如果事情发酵下去，会影响到你的前程。还是那句话，你唱的有问题。如果你始终觉得是我在为难的话，我可以唱一遍刚才那首歌。该死的秦风竟然有这么强的号召力，不过才听了一遍《江南》就敢大言不惭唱的比菲菲好，可笑。秦风，你可要想清楚，那首《江南》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心血才勉强复刻出来，你只不听了一遍就想展现，简直痴心妄想。难道他还不知道《江南》那首歌就是秦风当初在酒会上创作出来的吗？那我就不唱《江南》，现场写一首歌让你震惊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背叛》。雨不停落下来，秦风唱的竟然丝毫不弱于那位原创面具箫声，这怎么可能？现场原创居然能写出这么动听的歌曲。一个人心上被钢琴上这声音好熟悉，难道是他？该死！难道秦风是酒会上那个家伙？这怎么可能？你猜的不错，这首歌就是几天前我在音乐人酒会上即兴创作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初你们还给我递过递名片呢。你就是当初酒会上被众人攀附巴结的音乐才子。音乐才子吗？算是吧。这怎么可能？我不相信！不信？不信的话，我可以再扔一次你的名片。你刚才唱这首歌时跑调3次，措辞2次，
我秦风做事向来一视同仁，问心无愧，给你否决票，并不因为你是谁，只是因为你不好。秦风，苏菲是你的妻子，你这样当众让她难堪，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浩然，不要再说了。菲菲，明明你受到不公对待，我不能坐视不理。秦风，如果是我的原因导致你对芬菲心有芥蒂，我可以跟你道歉，但你不能这样对待苏菲，她跟我是清白的，是你误会她了。你这个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别装模作样了。魏浩然，你的嘴脸让我感到恶心。我没有，你误会了。秦风，我真没想到你的思想竟然如此肮脏龌龊。以前是我看错你了，我们走。我说走。你这个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别装模作样了。难道我真的错了吗？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家啊？是啊，我都有点想爸爸了。我都有点想爸爸了。爸爸他……菲菲，陆阳，小双也在啊。今天在学校表现好不好啊？小双没有跟同学打架吧？怎么这么没礼貌？跟你们魏叔叔道歉。道什么歉？又不是外人，我不在意的。你们俩去写作业，我跟你们魏叔叔谈点事情。今天海选，秦风虽然做的有些过分，但他肯定是还没有消气。菲菲，你可别跟着扣气，气坏了身子不好。秦风这个没良心的，让我出丑就算了，还污蔑我和你不清楚。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要有什么早就有了，还能等到现在，气死我了！魏氏集团正式宣布撤资。什么？撤资？谁让你自作主张跑去参加《好声音》选秀节目的？你知不知道关于你惨遭淘汰的新闻已经沦为圈内笑柄了？黄总，你先别生气，我们有话好好聊。没什么好聊的，本来我还想再给你一些机会呢，可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蠢，跑去参加选秀作死。这个馊主意不会又是魏浩然出的吧？黄总，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听说现在正当红的秦风是你老公，如果你把老公找回来，我不但不撤，还加注投资你公司，你考虑一下。秦风，我就再给你一次台阶下。可以，我这就给我老公打电话，希望黄总能够信守诺言。菲菲，你真的要叫秦风回来？指望你，我指望得上吗？我也都是好意，只是没想到秦风会在那里当导师。虽然我也希望秦风回来，可你们今天还在公开场合闹矛盾，我怕……不管怎么说，他都是2个孩子的父亲，我就不信他还能跟我生一辈子气。歌词太土，华哥啊，你不懂，这就是未来的流行趋势啊！流行音乐加上接地气，很有搞头的。不信我唱一段给你听啊。遇见你是否会相信昨天你写的日记？好，那就这么定下来了。这首歌的版权是你的了。这就是做自己的感觉吗？离了那个家，我再也不用被老婆孩子当佣人了，再也不用从早忙到晚，还要被瞧不起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混蛋秦风，竟敢不接我电话！苏总，不好了，黄总的投资全部撤销，我们的资金链彻底断了。秦风，现在你满意了？如果我当初没把魏浩然带回家，秦风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对我？难道我真的错了吗？菲菲，好消息，好消息！什么事？我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联系到了素有巨星接班人的小天王王少杰。他说愿意帮我们，还要邀请你作为女伴，共同出席2天后的慈善募捐活动。这是真的吗？绝对是真的。我刚从王少杰那里回来，王少杰在乐坛可是一线顶流，要是咱们能攀上他这条大船，未来根本不愁投资人。秦风，我会让你看到，没有你，我一样能重新站起来。秦风，一个网络歌手也敢抢我的风头、通告和代言，这次我有了你老婆这张王牌，2天后的慈善募捐汇演，我必让你身败名裂，让你把那些本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吐出来。 2天后的募捐汇演
谁能筹集到更多的善款，谁就能获得更大的曝光度。你若是想要更上一层楼，一定不能大意。多谢云姐提醒，我会全力而为的。2天后，王少杰也会参加那场募捐汇演。最近你抢了他很多风头和代言通告，汇演可能会被他针对。不碍事，他不惹我就算了，他要是惹我，一定会追悔莫及。苏菲小姐，今晚有幸请到你做我的驻场嘉宾，接下来的演出，我们一定能够超越所有人，成为募圈金额最多的组合。王少真是太客气了，能跟你合作，是我3生有幸。你说，海风之家的代言，集运集团的通告，都被秦风那个网络歌手给抢了。还有我们代言的三叶草运动装备也决定不再续约。我听说他们已经找到秦风谈好了代言合作。可恶！抢了我在好声音的导师席位就算了，现在又抢了我这么多的代言和通告。秦风，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王天王，我可以帮你对付那个秦风。你是谁？自我介绍下，我是如今人气歌手苏菲的音乐制作人。我对秦风很了解，只要你听我的，我保证帮你扳倒秦风，让他永无翻身之日。苏菲，我听说好像是秦风的老婆。苏菲，奇怪，这种级别的晚会，以她的咖位，应该不具备参加资格才对的。一定是我看错了。秦风，你也认出他了？认出？谁？王少杰，那人就是王少杰。等会晚会上，你一定要多多提防着他。欢迎各位总裁大咖参加这次的慈善汇演活动。本次汇演由栏目组请到的13位当红歌星比赛义演，用歌声打动台下的总裁们，看谁能给希望工程募集到更多的善款资金。现在我要隆重为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这2位：秦风、王少杰，是网上呼声最高、最受欢迎的男歌手。接下来我想请问2位，你们觉得谁最终的歌声能触动台下总裁们，替希望工程募集到更高的希望资金呢？我王少杰成名已久，首金曲可不是某些碰巧因网络走红的家伙可比的。王少杰太帅了，我要给你生猴子。不愧是小天王，说话就是霸气，我喜欢。徐天后，真被你猜中了，这个王少杰对秦风的敌意确实很大，上来就给秦风一个下马威，希望秦风能够顶住这波压力。劣迹艺人，要不了多久你就要进去踩缝纫机了，还跟我装逼呢。知名歌星王少杰组织举办群体性淫秽活动，被江某、刘某等女性联名举报，现已被警方批捕，案件细节正在调查取证中。比赛还没有开始，火药味就已经很重了哦。秦风，对于王少杰的话，你有什么要回击的吗？都是做慈善，无所谓高低，谁为希望工程筹集到更高的善款，我都衷心祝福。好样的，秦风！秦风的格调太高了，感动！这样一对比，王少杰简直不是个东西啊！网络歌手怎么了？网络歌手可太棒了！王少，您怎么来了？等会儿登台背熟这张纸条。本晚的慈善募捐汇演活动现在开始，有请我们的1号歌星登台献唱。前面的演出都非常精彩，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为慈善工程募捐了350万的善款了，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么多人，一共才募捐到这么点钱，真是丢人。等会儿我登场，屏幕上的数字必定超级翻倍。你很有自信。哼，我不单会成为全场募集善款最高的那个，我还会让你秦风1分都募集不到。抢我的风头，
通告、代言，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今晚过后，我会彻底将你如蚂蚁般踩死，好好体验这最后的时刻吧。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由小天王美绿的王少杰。在演唱开始之前，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们也可以大胆预测一下王少杰最终会赢得多少善款。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少杰登台献唱。欢迎王少杰登台献唱。王少杰，等会儿登台背熟这张纸条。这是什么？为什么上面写的都是我诉苦污蔑秦风的话？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可是秦风妻子。正因为你是秦风妻子，你说这些话才最容易让别人信服。不可能，我不会这么做的。菲菲，冷静啊！这位可是未来的天王接班人，咱们可得罪不起啊！我们先按照小天王的要求来，事后跟秦风道个歉，这些都是剧本，秦风一定能理解你的。剧本？魏浩然，看看你干的好事！就算我跟秦风有矛盾，但不管怎样，他是我2个孩子的父亲，我不会和你一起对付秦风的。如果你今天帮了我，我就会给你资源，帮助你量身打造专辑，半年内让你爆火。可如果你不听话，我就会彻底毁了你。像你这样的新人歌手，我碾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般简单。你考虑清楚了。现在有请王少杰的驻场嘉宾苏菲小姐闪亮登场。竟然真的是他！秦风，你老婆怎么会成为王少杰的驻场嘉宾？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秦风，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怎么样，还满意吗？如果不满意的话，我再给你加点料。苏菲，这不是秦风的老婆吗？什么？秦风会出现在王少杰的身旁啊？有趣，看来接下来要有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了。在演唱之前，我想介绍一下我这位女伴，她是接下来要登场的秦风妻子，也是一位实力极强的天赋型歌手。怎么会这样？秦风的老婆怎么会出现在王少杰的身边？不知道，但我感觉接下来估计会变得很有趣。他想要干什么？这么好的舞台，不打算说点什么吗？自从我老公爆红后，就离开了家。不错，我是歌手，同样也是一位单身妈妈。虽然秦风不要我和孩子们，可我依然热爱生活，热爱我的音乐事业。原来他是这样的秦风，爆火后就抛妻弃子，简直猪狗不如啊！失望，秦风真让我们太失望了。这样的人，我反正是不会给他1分钱的善款捐助。给他善款，这种爆火后就抛妻弃子的垃圾，就应该立刻封杀他。苏菲，原来你和王少杰走到一起，就是想彻底毁了我。秦风，你不要怪我，我是有苦衷的。等晚会结束，我就跟你道歉。大不了你被封杀之后，我养你一辈子。好，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让我们进入王少杰先生与苏菲小姐的合唱环节，大家掌声鼓励。诽谤，这绝对是诽谤，这一定是王少杰为了抹黑秦风特意安排的。没想到王少杰竟然这么歹毒，这一招真是让人猝不及防啊！秦风，现在我们很被动，接下来该怎么办？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秦风，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去听歌？如果这件事解决不好，你的乐坛生涯就全完了。是啊，秦风，下一个就到你出场了。要是想不出对策，连我也帮不了你啊。别着急，好戏才刚刚开始。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心中充满爱的节拍。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感谢大家喜欢我和苏菲小姐合唱的歌曲。王少杰先生与苏菲小姐的演唱真是太完美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打动我们的总财团，获得更多的善款捐助呢？
KK 集团总裁姜岩竟然只给了1块钱，看来他对刚刚王少杰、苏菲的演唱不是很满意啊。150万，150万，300万。KK 集团总裁不是很满意，但其他集团总裁还是很认可的。现在募捐到的善款已经逼近2000万大关了，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王少杰、苏菲。接下来有请王少杰、苏菲小姐台下休息。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秦风先生登台献唱。我们不要听渣男唱歌，让他滚下去！滚下去！怎么办？秦风现在已经成众矢之的了，他的音乐生涯是不是真的要完了？他明明那么有才华。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下，无论秦风再怎么解释，也很难解释得清。除非怎样？除非王少杰当众替秦风解释。这怎么可能呢？秦风先生，现在你的私人生活已经在全网引起巨大争议，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清者自清，我没有对不起过任何人，我问心无愧。竟然连解释都不想解释，看来刚刚苏菲说的应该都是真的。这个渣男抛妻弃子，这怎么还有脸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渣男，滚下去！我们不要听你唱歌！渣男去死！音乐，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秦风不能演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如果道德败坏、品行不端，那我们大家就有权利抵制。秦风，这次我看你死不死。对，抵制秦风，抵制渣男。你也不想引起众怒吧？秦风先生，要不你就解释一下，给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秦风，你不想解释，是不是因为心虚了？你既然敢做出抛妻弃子的事情，为什么不敢承认呢？这可是你自己把脸伸过来给我打的。秦风，你在搞什么？你不是要证据吗？我手里的就是证据。秦风，你找死！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的话，请看大屏幕。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王少杰自己才是那个道德败坏、品行不端、私生活混乱的人。你呀，还是先顾好自己的私生活，再去管别人家的私事吧。怪不得秦风不惧怕王少杰呢，原来他手中有这张底牌。他不惹我就算了，他要是惹我，一定会追悔莫及。王少杰表面看起来斯文，没想到背地里竟然是这种败类，真是太恶心了。就他那糜烂的私生活，是怎么好意思说秦风抛弃妻子的？为什么会这样？王少杰这个废物！秦风，你还真是有9条命啊！诬陷，秦风，你为了回避问题，故意诬陷抹黑我。这些相片都是 P 图，那人根本不是我。现如今 P 图稀疏平常，他这个时候选择污蔑我，就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诸位可别被他骗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吗？这个秦风真是够坏的，为了摆脱对自己不利的舆论，竟然抹黑污蔑王少杰。秦风太可恶了，不好，舆论又开始对秦风不利了。你老婆都跟我说了，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恐怕你早就有了新欢，对不对？事情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和秦风认识很久了，他绝不是那种抛妻弃子的渣男，明明是你妒忌秦风的迅速崛起，抢夺了你的商业资源，所以才陷害污蔑他的。徐静云，你这么维护秦风，不会就是你跟他有一腿吧？你胡说！我和秦风只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秦风就是在认识你之后才抛妻弃子，没有回过家的吧？原来秦风的出轨对象就是徐天后啊！这消息也太劲爆了，不可思议！堂堂乐坛天后竟然会做出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情。徐静云，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抢了我的男人。他血口喷人，我没有做过那种事情，我……云姐，没事的，交给我。现在想跟我道歉了，不好意思，已经晚了。照片的可信度虽然不高，但那位被你抛弃，最终导致流产的女人，我已经邀请到了晚会，她现在就在后台。你如果想当场身败名裂的话，我可以成全你。想清楚再说话。
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玩笑。苏菲说的那些话，也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准备的剧本。秦风根本就不是什么抛妻弃子的人，他和徐天后确实是朋友关系。发生什么事了？天哪！王少杰竟然真的帮秦风当众解释了。王少杰怎么突然转性了？该死，这王少杰到底在搞什么？剧本吗？这演的也太逼真了吧！拿我们当猴耍吗？剧本？你再敢说一下这是剧本，我立刻让你身败名裂！都是魏浩然，是魏浩然想整你，我也是受到他的蛊惑才做的这种糊涂事。秦风，我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完了，魏浩然好像就是苏菲的制作人吧？这么说来，背后想给秦风泼脏水的，就是苏菲和他制作人了。苏菲为了蹭热度，还真是无底线呢。就是他，听说他为了上位，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苏菲，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卑鄙，你还打算骗我多久？混蛋王少杰竟然当众卖我！菲菲，你听我解释，这事都是王少杰指使我的，我也是被逼的。你要相信我，我只是想让公司快点好起来，我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秦风，我也是受了魏浩然的蛊惑，才做了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怪就怪那个家伙，放我一马。王少杰，希望你好自为之。是。有请我的驻唱嘉宾徐静云天后登场。教教我唱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混蛋，都怪你！知不知道，老子刚刚差点就被秦风毁了。王少，你息怒，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个秦风知道我太多秘密，我必须要毁了他。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如果不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此刻和他在台上唱这首歌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别的女人。秦风先生、徐庆云小姐的演绎完美至极。现在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总裁团，看看秦风的歌声能够为希望工程筹集到多少善款。5000万。1亿！天哪！秦风和徐天后竟然为希望工程筹集了1亿善款，让我们将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秦风。王少，你不能这样啊！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晚会过后你就给我们投资的，现在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呢？王少杰，我帮你做了这么多，现在合作你说取消就取消，你这就是在过河拆桥。怪谁呢？还不是怪你们天真，怪你们贪心。秦风，你来的正好。你老婆苏菲，我以后再也不会跟她合作了。过去的不愉快一笔勾销，从此之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走。如果你想来看我笑话，现在这个结果，你满意吗？现在知道难受了。你在台上说那番违心话的时候，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秦风，你要怪就怪我吧。起初王少杰说那只是剧本，谁知道他这么坏，竟然真的想搞垮你。我和菲菲也是被王少杰蒙蔽了，根本就不知道真实情况。秦风，无论怎么说，菲菲都是你的妻子。现在菲菲公司濒临破产，你就回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吧。陷害秦风不成，还被王少杰过河拆桥。现在没了靠山，又想找秦风帮忙，你们可真是够不要脸的。你说什么呢？徐天后说的不对吗？你联合外人抹黑自己老公，像你这么蠢的女人，我平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呢。我也是被逼的，他说贝尔的家事你们管不着。你的家事我们是管不着，但秦风与我们签约了深度合作关系，你想毁了他，就等同于想要毁掉我们，我就要管。对，现在秦风是我们俩的人，我们就是有资格管。你是不是真的不打算跟我回去，不想要这个家了？让他滚，他什么时候滚了，我就考虑回去的事。
秦风，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我和浩然之间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只是好闺蜜。好闺蜜？秦风，你真的误会了，我跟菲菲是清白的。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秦风，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可这些年来，浩然给了我很多帮助，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赶他走的。这不就完了？秦风，我已经意识到错了，也跟你低头了，你别太过分。你不是错了，而是怕了。你怕失去现如今的事业，更怕我一身才华遮住你耀眼的光环。原来我在他心里一直是这样的形象。伤人？你们公然在舞台上说我抛妻弃子不伤人，苏菲明明是我老婆，可天天跟你成双成对，这难道不伤人？原来你一直对我有怨言。好，既然你是这么认为，那我就嫁给浩然，满足你秦风的愿望。那我就嫁给魏浩然，满足你秦风的愿望。那好，回头我就把离婚协议书发一份给你，签字后你就是自由身了，想嫁给谁都是你的自由。秦风，秦风，你不要走。秦风，终于把你从苏菲的世界赶出去了。从今往后，苏菲彻底属于我了。我为什么要说那些话气你？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如果不是魏浩然找王少杰，让我当众污蔑你，你是不是就不会要和我离婚了？菲菲，有事儿？我刚特意看了一下，下周3是个结婚的好日子，要不咱们就把婚期定在那一天吧。结婚？结什么婚？你不是说要和秦风离婚，嫁给我的吗？我说的那些话都是气秦风的，你怎么还当真了？可是秦风已经决定要和你离婚，你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走到末路了。这是我的家事，而你只是我的制作人，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该死的秦风，明明你都已经离开了，为什么苏菲还对你放不下？我累了，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回去吧。有事，我有事。什么事？我想到一个办法，能够让公司起死回生。再去求王少杰，求他最后再帮我们一次。王少杰就是个小人，如果不是因为你找他，我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吗？你不许见他，不然别怪我翻脸。可是目前没有人会帮我们，只有王少杰。我们只要再付出一点点代价，就能东山再起。闭嘴！我宁可去找秦风，也不会去求他那个小人。秦风，你比电视上的还要帅，能给我签个名吗？秦风，我是你的超级粉丝，你也给我签个名吧。我也是，我也要签名。都有，都不要抢。这样好玩吗？好玩？怎么不好玩？要不要一块来玩啊？我真是看错你了，怪不得都说男人不能有钱，有钱就会变坏。现在看来一点都没有错。既然你这么清高，又为什么会和自己的制作人在一起呢？不单单是他的制作人，慈善汇演直播时，他还和巨星王少杰神情对唱，举止亲密。我看他们俩也是关系匪浅。秦风，今天我原本是来给你道歉的，可我没想到你竟然自甘堕落。才刚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就开始花天酒地，你真的让我很失望。我自己的生活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吧？只要我还是你老婆，就和我有关系。我不允许你再这么堕落下去。现在跟我回家。你把魏浩然赶走了吗？当然没有。我说过，那个家里有我没魏浩然，有魏浩然没我，无所谓了，我已经不在乎了。这是离婚协议书，签字吧。签了这份离婚协议后，你就是自由身了，可以光明正大的和魏浩然在一起了。秦风你，我当时说要嫁给魏浩然只是气话。你和魏浩然青梅竹马，今天我给你自由，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好，我不打扰你，我签，你可不要后悔。下周民政局见。你想跟我离婚可以，但从今以后，你都休想再看到孩子一面。
秦风，好你个秦风，既然这么绝情，要跟我离婚，就算是要离婚，那也是我跟你提出的，是我不要的你个混蛋！妈妈，你今天见到爸爸了吗？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你们的爸爸不要这个家，也不要你们了，今后不许在这个家里提他！我要爸爸！秦风，这都是你自找的。又没了！这个代言不是早都已经谈好了的吗？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知不知道这份代言对我多重要？可是现在人家反悔了，要毁约，我也没有办法呀。废物东西！这次又是谁抢了我代言？秦风，又是秦风！秦风，你一而再，再而三与我为敌，真以为我怕了你不可？一直跟在秦风后面吃残羹剩饭，堂堂小天王混成这个样子，难道还不算害怕吗？魏浩然，你活腻了吧？敢跑来嘲讽我？王少，你先别急着发火，我可以帮你神不知鬼不觉击垮秦风，让秦风永远都抬不起头做人，一辈子被你踩在脚下。什么办法？云姐，松点手，我要喘不过气了。秦风，你好有才华，好厉害，我真的好喜欢你。云姐，你喝醉了。我没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秦风，我真的喜欢你。云姐，你别闹。不嘛，人家就要亲。该死，到底是谁在背后整我？我一定要调查到底，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云姐，你消消火，我已经着手让人调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云姐，优惠门事件有进展了，我刚刚收到了这封匿名信举报，信上说什么？信上说，优惠门事件是秦风的老婆苏菲联合王少杰搞的鬼，为的就是想要让秦风先生万劫不复。秦风，你和你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想要让你万劫不复，也要拉我去陪葬。对不起，因为我的关系拖累了你，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苏菲，这是你们逼我的。好你个秦风，怪不得铁了心要和我离婚，原来是早就和徐静瑜勾搭在一起了。一切都在我计划之内。现在算算时间，秦风应该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秦风，他竟然还敢给我打电话。苏菲，我想跟你谈谈。我想跟你谈谈。你出轨天后徐静云的事已经在全网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电话里说不清楚，我现在去你公司，我们慢慢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菲菲，秦风他和你说什么了？秦风要回来，你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去迎接。可恶！
菲菲，你真打算要让秦风回来？不然呢？因为幽会门的事件，秦风现在已经是劣迹艺人了，他都出轨天后徐静云了，你为什么还给他机会？如果秦风不回来，我拿什么稳住投资人？如今公司面临撤资危机，你能替我解决吗？和秦风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他心里爱的人只有我一个。徐静云，他怎么也在？秦风，你抛妻弃子，出轨徐静云，菲菲不计前嫌，还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可你还敢把情人带到这里来？你这么做对得起菲菲吗？这是我的家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管吗？我们进去谈吧。秦风，你不能这么欺负人！你不解释清楚，芬菲是不会和你谈任何事情的。苏菲，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和秦风真是清白的。清白？清白你整日和秦风出双入对，清白你们会被狗仔拍到那种暧昧照片？一切都是误会，我今天和秦风一起过来，就是想要当面对你解释清楚的。你还解释什么？菲菲不想听你们的解释，你们给我走，走得远远的。浩然，不要再说了，到我办公室说。菲菲，这两个人出双入对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看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吧。闭嘴！有什么话说吧。事情是这样的。说什么？有人在公司楼下闹事，快拦不住了！一定要拦住他们，我这就过去。菲菲，怎么了？外面有人闹事，你跟我一块过去看看。终于知走了，可以行动了。奇怪了，怎么会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呢？难道证据不在公司？或许吧，电脑里也什么都没有。我们俩费了这么大的功夫，难道真的要铩羽而归？你怀疑证据在魏浩然那里？找到了！原来这一切是池浩然搞的鬼。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我就是闲来无事，到处瞎看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哼，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怕被人发现吧？胡说八道！我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窥探别人隐私，你们卑鄙无耻！你们，我们卑鄙无耻？几年，你联合王少杰无中生有，污蔑我们才是卑鄙无耻。现在真相败露，你恼羞成怒了。
姓魏的，等这件事公之于众，我会让你也尝一尝被万人唾弃的感觉。不，你们不能这样！怎么，魏浩然，现在你知道害怕了？可惜，晚了。一定要尽快删了聊天记录，删了！想毁掉证据，你休想！滚开！云姐，你没事吧？信息删除，你们的证据没有了。你们在吵什么？你们在吵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别装模作样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又吃错药了？我的歌你写好了吗？写歌？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写歌了？你这次回来，难道不是跟我认错，要继续给我写歌的吗？你们两个用卑鄙手段偷拍陷害我和徐建云，竟然还以为我是回来跟你认错的。苏菲，你真的很可笑。苏菲，你知不知道你的诬陷差点害死秦风和我？无论如何，秦风都是你老公，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毁他呢？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做太过分了吗？你们在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做过那种事情？明明是你不清楚被狗仔拍到的，关我什么事？你还不承认？铁证如山，你竟然还在为自己开脱。不怕告诉你，我和秦风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收集证据的。在你进门之前，证据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胡说八道，明明是他们想要盗取我们公司的机密文件，被我撞见，就心生不满，诬陷我们是优惠门始作俑手。不信你看，我们的办公桌都被弄乱成什么样子了。颠倒黑白，魏浩然，你是真不要脸！够了，秦风，给我一个解释。你要我给你什么解释？你和徐静云的幽会门，我选择相信你，给你一次机会，可你竟然还有脸在我面前一次次提起，现在又把脏水泼到我身上，这一点难道你不该解释？你们伙同王少杰诬陷我，让我和徐建瑜陷入偷拍门事件，我是来收集证据的，这个解释够吗？秦风他诬陷我和王少杰合谋陷害他，我解释他不信，可我真的是清白的，偷拍的事真的跟我无关。菲菲，你要替我做主啊！聊天记录全部被清空，我看你秦风今天能奈我何？秦风，你简直不可理喻！明明做亏心事的是你，现在反而倒打一耙诬陷浩然，赶紧给浩然道歉！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刚刚的话放在心上？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这里可是菲菲的公司，你要是敢乱来，菲菲一定不会。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别开心得太早。别以为删了好友，删了记录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糟糕，难道秦风备份了证据？秦风，你闹够了没有？我都说了，我和浩然没有做过那种事情。没有做过，既然没有的话，魏浩然为什么突然不敢说话了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心虚吗？徐静云，别给脸不要脸，你是天后又怎样？别忘了你现在已经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了，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现在我终于明白，秦风为什么不愿意回到你身边了。你什么意思？因为你这个女人根本就活该没人爱。秦风这么好的男人，在你眼中却时时刻刻都在被质疑、被否定。你永远都看不到他的好，你只看到了自己的付出。而那个阴险小人却被你视若珍宝，温柔以待。如果秦风是我男人，我必定会将他捧在掌心。你这不识好歹的个女人，根本就不配得到秦风的爱，活该秦风不要你。徐静云，你是故意来找茬的，对不对？没必要跟他浪费口舌。我算是看出来了，原来你这个蠢女人，也被魏浩然蒙在了鼓里。秦风，你竟然敢羞辱我！菲菲，你听我解释，我……还解释什么？你竟然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我有没有警告过你别跟王少杰往来？没想到你不仅偷偷和他往来，还和他狼狈为奸。这件事不能全怪我，是王少杰，是王少杰威胁我，对，我是被他威胁的。你除了会装无辜，甩锅给别人，你还会什么？秦风，你难道就一点错没有吗？如果不是你得罪王少杰，菲菲又怎么会被王少杰盯上？我又怎么会被王少杰威胁？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又把锅甩在了我的身上，你的嘴脸还真是让人恶心。既然证据我们已经拿到了，就不用再和他们费口舌了。走了。秦风，菲菲，我也不想和王少杰狼狈为奸的，可是他拿整个公司威胁我，我怕你和公司出事，所以才委曲求全的。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公司，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滚出去！这是最后一次了，下不为例。如果秦风还在我身边，他一定不会给我惹这么多麻烦。秦风，这件事不算完。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能这么顺利，还是秦风你的计谋好。云姐，视频证据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发布到各大平台了，视频流量很大，才刚过了5分钟就已经破100万播放量了。很好，你先下去吧。秦风，今天过后你就能洗脱冤屈了，我先在这里提前恭喜你了。云姐，你今天真的是帮我大忙了，这么大的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什么谢不谢的，我帮你不也是等于帮自己吗？你可别忘了，你也是我的绯闻男友。云姐，你说什么？声音太小了，我听不到。没什么，我只比你大2岁，以后你能叫我的名字吗？好的，云姐。你还叫？错了，我以后叫你静云还不行吗？不行，我生气了，我现在就要打你，发泄一下。小心！紧急突发，秦风徐静云深陷幽会门，疑似出轨，形象崩塌，疑似出轨。工作室回应：惊天反转，王少杰、魏浩然被指始作俑者，秦风徐静云洗脱冤屈，商业阴谋曝光。秦风，你一大早叫我过来，有事？看新闻了没有？经过我不懈努力的运转，咱们俩的形象危机终于解除了。现在全网都是骂王少杰、魏浩然的声音。我看到了，
这一切都多亏了你的公关团队。静云，不要说话，我现在好开心，让我抱一会儿。黄总，投资的事儿，你看我……头牌门真相揭露，你已经沦为劣迹艺人，我没兴趣再投资，好自为之。菲菲，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东西，给我滚出去！魏浩然，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蛋，还愣着干什么呢？快点去公关，下架所有对我不利的视频啊！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再让那些视频再流传下去了。恐怕不行。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那些视频背后的公关团队是天后徐晶云的，我们已经交涉过了。徐晶云团队态度决绝，不同意下架视频，还扬言无论我们花多少钱都不可能。徐静云，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秦风与我为敌，看来我想毁掉秦风，就必须要先整垮你呀！调动全部资源给我查，我要知道徐建云最近的所有动向。徐建云，这是你逼我的。看来王少杰这次是真的着急了，竟然要和我交涉，甚至愿意花大价钱让我下架那些视频证据。他自己自食恶果，虽然这次事件不足以毁了他的前程，但也一定会让他元气大伤。过不了多久就要举办华语天王评选了，到那时你的支持率一定在他之上。我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可不能轻敌。我们……徐静云，你怎么回事？刚刚我得到消息说你拒绝了3天后的通告演出，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通告演出的礼服太暴露，演唱会剧本太低俗，这个理由够吗？你知道因为你的任性让我亏了多少钱吗？这样低俗没下限的通告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以后再给我这样的通告，我一样还是会拒绝。你这样拒绝你的合伙人江点，就不怕他生气吗？我虽然是江点捧起来的，但这些年来我也被他强迫做了太多不喜欢的事，接了太多不想做的活动。他一直把我当成利用工具，这些年我真的很心累。理解，今后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尽管开口，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都不会拒绝。你说真的？你不会真有忙要我帮吧？怎么，你后悔了？晚了，我已经当真了。好吧，那你说什么忙？我最近的新专辑已经快要录制完成了，所以我想跟你提前预约下一张专辑，让你做我的制作人。这首歌上一世替苏菲赢得了无数荣誉，最后还被全球100大金曲榜收录了。徐静云的专辑以这首歌做主打，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喂，找谁？爸爸。这么晚了，有事吗？爸爸，妈妈最近公司遇到麻烦了，你能给妈妈出新专辑吗？这个电话是苏菲收银打来的。爸爸，你不要那么小气嘛，就给妈妈和魏叔叔做一张专辑吧。我现在在替徐静云做新专辑，没空。妈妈，爸爸把电话挂了。可恶！菲菲，先消消气，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不能强求的。秦风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他宁愿给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做专辑，竟然都不帮我。看来他和徐静云真的有一腿了。这个消息必须找机会告诉王少杰。赵董，是我管教不力，我对你道歉，你的所有损失我来赔偿。好。好你个徐静云，我看你真是翅膀硬了。江总，这是怎么了？发这么大脾气？还不是徐静云一口气拒绝我好几个通告，害我亏钱丢脸。这个徐静云确实没良心。江总，你把他捧到天后宝座，可他现在有了知名度，却想一脚把你踢开。你说什么？江总，你还不知道呢吧？徐静云在秦风的怂恿下要自立门户，准备随时要替你出去做新专辑。你一手将他扶起，他却如此对你，我真替江总你不值啊！这个消息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是秦风老婆苏菲在找秦风做专辑时，秦风亲口说的。好你个秦风，徐庆云，老子一手把你们两个捧起来，你们却想弑主。看来有些人
是时候要好好敲打一下了。江总，实不相瞒，我最近也想出一张新专辑，不知道您这位金牌制作人有没有空？秦风，我现在这张专辑已经录制一半了，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说。谢谢你了，秦风，只要有你给我做参谋，我这张专辑的销量一定不会差的。我这就进录音棚把主打歌唱给你听听。艾雪，录音棚有人，要不我们下次再过来？这是我们公司的录音棚，并且在2天前我就已经预定好了。难道是这个艾雪故意挑事？艾雪是当初和你竞争天后输掉的那位，她可是我的死对头。小王，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早就预约好了，为什么艾雪今天会出现在我的录音棚？给我一个解释。云姐，这件事我们也很无奈啊，艾雪姐非要今天录歌，她非要，你就给了？我们没法阻止啊。艾雪，你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今天这个录音棚我要使用吗？我知道呀。你知道还来霸占？你什么意思？你别忘了，我们同属于江点旗下的艺人，你这样公开挑衅我，就真不怕江总找你麻烦吗？你在笑什么？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之所以抢这个录音棚，就是江点授意允许的。你胡说，江点怎么可能会同意你做这种事情？江总还说了，你最近录制的专辑也换给别人录制了，你被江总抛弃了。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张专辑你跟人签了10亿对赌协议，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做出专辑，并且卖出一定销量，金云，你就要赔得倾家荡产。秦风，你这么有才华，以后不如跟我合作吧。徐静宇已经是一个弃子了，你跟他合作不仅是浪费时间，还有可能会因此得罪江点，百害而无一利。我就不一样了，我可是江点接下来重点要打造的对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徐静云陪我度过的，所以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你就真不怕得罪江点？江点已经过时了。秦风，刚刚多谢你了。小意思，江点这么做应该跟你拒绝的通告有关。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必须要去找江点问个清楚。我和你一块儿去。江总，我们公开合作的消息一出，公司的股票就涨疯了，专辑还没做出来，咱们就在股市上赚了2000多万了。这都在我意料之中。我江点在乐坛的号召力，那可不是吹出来的。对，我们俩强强联合，一定能让专辑大卖，狠狠赚他一大笔。那是当然。徐静云那个女人，以为自己有了一点小名气，就敢不听我的话。在乐坛，我江点能把她捧起，就能把她摔碎。还有那个秦风，如果不是因为你看中花大价钱包装打造的，他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一群白眼狼。江点你，王少杰，你怎么在这儿？我为什么在这儿？那当然是在和江总谈合作了。2天前我就已经和江总达成了合作，你目前录制的新专辑，江总也决定交由我来录制了。原来抢了我新专辑的人就是你，江总，这是为什么？王少杰品行卑劣，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你怎么还能抛弃我跟他合作呢？我是个生意人，在乎的只有利益。王少杰比你听话，跟他合作，我还能获得更高比例的利益分成。他身上所具备的优点，都不是你能比拟的。所以你就为了利益，不顾一点交情，选择这样抛弃了我？这是你自找的，你也别怪我心狠，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太任性，太不听话。这就是你不听话所要付出的代价。你不能这么对我！这些年来我为你赚了多少钱，就因为拒绝几个通告，你就要彻底将我踢开？你很清楚这张新专辑对我的重要性。对，我差点忘了，你这张新专辑与海澜公司签了10个亿的对赌协议。如果你的新专辑不能如期发布，销量达不到1000万份的话，就要面临10个亿的赔偿呢。那你就等着赔个倾家荡产吧。你们别高兴太早，别担心，还有我。
别担心，还有我。还有你，你一个刚出道的小角色，算个什么东西？竟然还想英雄救美，站出来跟江总唱反调。我看你是不想在乐坛混了吧？秦风，你不要。没事儿，我一出道就压得你抬不起头，短短数月就从你手里抢走了90%的通告代言。你问我是什么东西，那你又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无话可说了？我不跟你聊这些。既然你秦风这么自信，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能够在江总的打压下替他徐静云化解危机。我会替徐静云贴身打造新的专辑，赢下对赌协议。我会让徐静云凭借我替他打造的专辑红透半边天。秦风，对于专辑的制作，你就是门外汉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打造出一张好专辑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对你来说很难，对我来说轻而易举。我现在很看好王少杰，他有做下一届天王的实力。不怕告诉你，我已经把所有赌注全压在王少杰身上了。然后呢？你不是很喜欢说大话吗？那我们就比一比，我给王少杰打造专辑，你给徐静云打造，看看最终我们谁的专辑更卖教。敢接受挑战吗？秦风，算了，不要再因为我得罪江点了。我接下你的挑战。既然是挑战，失败的人必须要有惩罚。当着媒体的面，跪地给对方道歉，承认自己是废物，敢不敢？成交。江总，我就说这个秦风太嚣张了，初出茅庐就敢跟我唱反调。我一定要秦风跪在我面前认错。对，一定不能轻饶了他。秦风，你替我打造的这张专辑实在是太完美了，太感谢你了。这张专辑的质量我也挺满意的，明天专辑发布，销量起步3000万起。对赌协议危机不仅能够解除，还能狠狠打王少杰、江点的脸。我相信你。天后徐静云新专辑上线，销量突破8000万。王少杰新专遭遇滑铁卢，仅售20万份。秦风凭借此专辑成功晋升金牌制作人。江总，我这张专辑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败，但我跟你保证，下次我一定。够了！你还想有下次？你知道这次我在你身上亏了多少钱吗？如果我没有听信你的鬼话，抛弃徐静云，我就能跟着一起大赚特赚。可我也亏了。再说了，专辑是你帮我打造的，难道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自己废物还敢怪我？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给你帮助了，你好自为之。江总，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秦风，风云集团成立了。秦风、静云，恭喜你们合作的公司成立。这不是江点吗？他不是已经和徐静云、秦风闹掰了吗？还来干什么？能干什么？在王少杰那里亏了钱，现在到这里肯定是来道歉、求加入的。你还来干什么？愿赌服输，我是来给你下跪道歉的。江点竟然这么有种！为了钱，这货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吧！当初我们不过是开个玩笑。静云，我当初是被王少杰忽悠了，才放弃你的。我现在知道错了，大家有钱一起赚。我想投资你们公司，这次我多投1倍。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起来。秦风现在是自己的金牌制作人，你去问他吧。秦风，我都这么低三下四了，你不会一点面子都不给吧？入股可以，但是我们股票大涨，得加钱。
公司破产。要不是你和王少杰勾连惹怒了秦风，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现在秦风成了金牌制作人，要不是魏浩然，秦风给徐静怡打造那爆火专辑就应该是属于我的。菲菲，你别生气，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菲菲，华语天王颁奖典礼即将开始，我听说王少杰也在天王候选名单，公司要是再不想办法，就真没救了。秦风又铁了心不愿帮忙，我们只能找王少杰。你还想找王少杰帮忙？我们没得选了。天王奖典礼现场大咖云集，我就不信以我的实力拉不来新的投资人。恭喜我们专辑大卖，预祝我们前程似锦。虽然我们最近喜事连连，可未来还是要小心为上。你又在担心什么呢？明天的华语天王颁奖典礼啊，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对于那天王宝座，志在必得。静云，你不会怀疑我的实力吧？怎么会？你可是我的偶像，我比任何人都相信你。只是我害怕王少杰会再搞出什么事情对你不利。哼，你可不能大意。王少杰虽然因为专辑质量不佳，人气跌了很多，但依然不能低估。经过那件事后，他只会更恨你，一定要更加小心。记住了没？我已经找人调查出了他的全部犯罪证据，并在几天前就全部移交给了警方。他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菲菲，别喝了。你说他秦风，他凭什么这么对我？就只是因为他怀疑我和浩然吗？我看他就是变心了，找的借口。你和魏浩然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豆豆，就连你也觉得是我错了。上学时魏浩然就爱慕虚荣，当年你们都要谈婚论嫁了，他却抛弃你娶了一个富婆，最后富婆生意破产，你爆红出道后，他就又回来找你和好。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浩然不是那样的人，他回来就是单纯的想要帮我，你也误会他了。我误不误会他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最难的时候是秦风陪你走过来的，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要错过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啊。大家都进去了，你凭什么拦着不让我们进？大家都有邀请函，你没有，所以你不能进。什么邀请函？我看你就是故意找茬，知道我们是谁吗？你就敢拦？这位可是新锐歌手，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的原创歌手苏菲小姐。哼哼，苏菲，没听说过。咖位不够，赶紧滚蛋，别影响后面的人进入。放他们进去。这2位是我带来的，放他们进去吧。咱们快先进去再说。王总、唐总、李制作，你们好，我是新锐歌手苏菲，很高兴能和你们在这里见面。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们苏总，但我提2首歌你们肯定听过，《爱情36计》、《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那都是我们苏总的原创歌曲。没听说过，你们有事吗？我的音乐公司最近扩招，不知道3位有没有兴趣加入？你们放心，我很有实力的，你们投资我，以后肯定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原来是跑来拉投资的。今天华语天王颁奖现场来的可都不是无名之辈，怎么还有你们这种低三下四到处拉投资的？你们俩不会是混进来的？别再打扰我们了，赶紧走，再不走我们喊保安了。你们这是什么话？你们……我们走，我们这就走。你老婆在拉投资，看来她的公司应该是遇到麻烦了。这都是她的报应。华语天王颁奖典礼现在开始，有请秦风。
王少杰登台。怎么回事儿？这两位候选人怎么都上去了？难道这一期要诞生双天王吗？开玩笑的吧？什么时候也没有过双天王同时诞生的先例呀！秦风，你登不上天王宝座的。今天的颁奖典礼将会是你人生的至暗时刻。秦风，你真的要变成我高不可攀的存在了吗？秦风，我相信你。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本届华语天王颁奖盛典。想必大家也都对我让秦风、王少杰同时登台感到疑惑吧？别卖关子了，这一期不会真的要诞生双天王吧？当然不会，但是下一任的天王的确将会在他二人之间诞生。我感觉还是王少杰的赢面更大，毕竟人家成名已久。我倒是觉得秦风无论从创作方面还是嗓音条件都要更胜一筹。接下来你们二位中将会有一人给另外一人颁奖，你们认为彼此间谁会成为那个给别人颁奖的人呢？我成名已久，有过无数爆款歌曲，以我的实力，再结合我今天带来的这张王牌，根本就没有半点输的理由。看来小天王确实对自己很有信心。对于你的对手如此自信一事，秦风，你是怎么看的呢？自信固然是好事，但你的自信始终会将你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你威胁我？这台下可有这么多观众看着呢，你这样公然对我人身攻击，就不怕影响天王奖的裁决吗？早就听说秦风和王少杰不和，没想到不和到这种地步，在镜头前都敢互撕。前段时间的偷拍优惠门事件，就是王少杰在背后整秦风，现在秦风不惯着他，完全合情合理。秦风，你可不能在这里露出破绽，被王少杰借题发挥啊！我没有对你人身攻击，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时间差不多了，现在请大家安静下来，我要宣布华语天王奖项的获得者了。本届天王奖的获得者是秦风，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天王巨星秦风。秦风，你别想这么轻易获胜。王少杰先生，请为秦风先生颁奖吧。秦风他根本就不配得这个奖项。秦风他根本就不配得这个奖项。王少杰，你不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对，秦风已经被宣布是下一任天王了，你却在这个时候捣乱，我看你就是输不起。我有证据，证明秦风不配。正戏要开始了。秦风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明明有家室，却和徐天后出双入对，生活不检点，被狗仔拍到后，还诬陷是我在背后指使。大家说，这样的人，他有什么资格获得如此殊荣？原来秦风真是这样的人啊！王少杰他口说无凭，没有证据的事，我是不会相信的。苏菲，秦风可是你老公，这种关键时刻，难道你不打算替他说两句吗？可王少杰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你口说无凭，这样单方面的话，恐怕不能用来当做证据。秦风，我和苏菲真是清白的，你真是不应该做出这种事啊！算我求求你，你就不要再和徐建云不清不楚了，回归家庭吧。苏菲和孩子们都需要你啊！这突然冒出来的人是谁啊？这你都不知道？他就是秦风老婆的制作人。这么说来，王少杰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啦！魏浩然，你疯了！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胡说八道呢？我没有胡说，菲菲你就别骗自己了。秦风都已经和徐静云形影不离了，要是再不挽回，你们就真没办法复合了。我也是替你着想啊！有我当众证明，秦风的人设就彻底烂了，还想拿天王奖？下辈子吧！我用你自作主张。菲菲，闭嘴！苏菲，你不要怕，我王少杰今天一定替你讨回公道。秦风这个负心汉抛妻弃子，还在暗中害自己老婆公司破产，要不是我帮忙，苏菲甚至都无法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秦风，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啊？这个秦风竟然真的这么无情，这也太可恶了！秦风，
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如果事实真如王少杰所言，天王奖项恐怕就要暂停授予。千算万算，没算到王少杰竟然还有这一招。王少杰，你费尽心机，以为这样就能彻底击垮我？秦风，并不是我针对你，而是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就有权接受大家的监督。这么说来，你还真是正义凛然呢。为我堕过胎的那个女人已经被我打发走了，现在你威胁不到我了，天王宝座我要定了。好，你就这么自信？秦风，你就不要再拖延时间了，现场所有人都等着你的辩解呢。你要是没有办法自证清白的话，就自己放弃这个天王奖吧。好，既然大家都对我的家世这么关心，那我就证明我的清白。秦风，你一定又想故弄玄虚，对不对？我已经和苏菲离婚，我手中的协议就是证据。所以王少杰刚刚污蔑我的那些事情，从一开始就都不成。既然离婚了，秦风就是自由人了。是啊，苏菲已经变成了秦风的前妻，她已经无权干涉秦风的私生活了。怎么会这样？我不信这是真的！苏菲，你站起来说话呀！你说秦风手中的协议是假的，你们没有离婚，对不对？这上面有他的签名，可是造不了假的。秦风，你输了，收你的人来了。你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看到了吧？秦风他威胁我，他果然品行不端，天王奖绝对不能颁给他这种人啊！王少杰，你涉嫌组织犯罪，跟我走一趟吧。弄错了吧？我冤枉！放开我！我是被陷害的！王少杰竟然是罪犯！我就说王少杰不是什么好人吧，诬陷秦风，结果自己落入法网，真是活该。刚刚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既然真相大白，证明秦风是清白的。我绝不允许秦风登上天王宝座。菲菲，你真的甘心就这样放秦风这么好的男人离去吗？那还能有什么办法？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现在想挽回秦风，你只能造谣抹黑秦风。魏浩然，你……菲菲，你先不要激动，听我说完。你自己想想啊，秦风登上天王宝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他登上天王宝座后，一定会光明正大的和徐静莹在一起。到那时，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真的甘心吗？魏浩然，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卑劣！就算秦风真的要离开我，和徐静云在一起，我也绝对不会纠缠，更加不会用这种阴谋手段。秦风，恭喜你获得华语天王终生成就奖。发生什么事了？公司破产，刚才助理打电话，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什么？现在能救我和公司的人，就只有秦风了。可现在的他恨我还来不及呢，又怎么可能会帮我呢？要不我们再试试吧，毕竟你们夫妻一场，说不定能行呢。如果我当初赶你走，或许秦风会帮我，但现在他肯定不会。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都是秦风太敏感了。再等我。恭喜你啊，秦风，终于完成了梦想，登上了天王宝座。多谢。看来两个不爱的人再见面，真的会变得陌生。现在你是华语天王了，今天过后，我再想见你的话，是不是就要预约排队了？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有事！秦风，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家给你做好吃的。回家？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难道你就真的这么绝情？秦风，关于你对我的误会，我给你道歉，但你不能因为我而对菲菲这么无情啊！你知道菲菲最近有多难吗？黄总撤资，公司面临倒闭，菲菲现在真的很需要你啊！原来你让我回去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秦风，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想利用你？难道不是？你，秦风，你误会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魏浩然，我记得你不是很厉害吗？既然你这么厉害，公司又为什么会倒闭？苏菲，你我好歹夫妻一场，临走前，我给你最后一句忠告：回去好好查查公司财务流水，免得最后公司倒闭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静云，我们走吧。菲菲姐，近些年的所有公司财务流水都在这里了。这里200万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我的签字？当初魏制作说你在忙，没有我的签字，你们也敢把公司里的钱随意调用？菲菲姐，你说过魏制作可以完全代表你，你还特意强调过魏制作想要在公司做什么都不用跟你汇报的。该死！魏浩然竟然假借我的名义挪用了这么多钱，魏浩然人呢？让他现在滚过来见我。魏制作不在。不好！苏菲慌慌张张去公司，肯定是听信秦风的话去查账了。这要是让他知道我背着他挪用了公司2000万资金，肯定吃不完兜着走。反正公司倒闭，苏菲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倒不如就在她回来之前榨干她最后的价值。姐姐，我都饿了。你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给我们做饭吃啊？应该快回来了吧？魏叔叔，你怎么拿着妈妈的首饰啊？对啊，妈妈人呢？你妈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滚开，别挡道！魏叔叔偷妈妈东西，你干嘛推我？我要告诉我妈！周，你们再喊一声！魏浩然，你在做什么？我没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动手打我的孩子？我没有，是他们自己摔倒的，跟我可没有一点关系啊。有妈妈在，我才不怕你。刚刚就是你打了我和弟弟，你还骂我和弟弟是贱种了呢。魏叔叔是坏人，妈妈不在的时候，他总是欺负我和姐姐，还吓唬我们不许跟妈妈说呢。刚刚孩子们说的都是真的。小孩子说的话你怎么能信呢？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你应该相信我呀。妈妈，他说谎，就在刚刚，他还从你房间偷了爸爸给你买的首饰，现在首饰就在他背后藏着呢。陆瑶，魏叔叔平时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当着你妈妈面胡说呢？妈妈，你快看，我没有说谎，就是他偷了你的首饰，现在人赃并获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偷我的首饰还带着行李，你这是要干嘛？你这是想去哪儿？你想跑对吧？你看到我公司破产倒闭，觉得我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想要把我一脚踢开对吧？苏菲，不是那样的，我没有。别解释了，我可不是瞎子。你拿走了我公司2000万，偷走了我的首饰，现在东窗事发，所以你要逃跑了对吗？秦风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你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东西，是我看错你了。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偷走我公司的钱？知不知道，如果我有那2000万，就不用破产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竟然这么欺负妈妈，我和弟弟真是看错你了，你是个坏人，是个大坏蛋，你赔我妈妈的钱。就凭你，你还想做我爸爸？你根本就不配，你比我爸爸差远了。要是我爸爸，他才不会偷妈妈的东西，惹妈妈生气。我比秦风差，秦风不过就是个废物，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们两个不知好歹的小种，竟然也敢说我不如他！魏浩然，你敢骂我的孩子？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给我的孩子们道歉。我骂2个小种怎么了？我还骂你呢！你个，老子接近你不过就是为了你的公司和你的钱罢了。你，秦风，
一次次坏我好事，还羞辱打压我。我联合王少杰3番5次都扳不倒他，他实在是太该死了！什么？你这个卑鄙小人！你不会以为我赶走秦风，接近你，是真的爱你吧？你混蛋！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敢打老子？老子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打？为什么不敢打了？本来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的，现在看来是多余了。魏浩然，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职务犯罪，跟我们走一趟吧。我错了，菲菲，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坐牢啊！我知道我错了。妈妈，我们想爸爸了，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对，还有孩子，我就不信秦风连孩子都不要了。秦风，魏浩然已经被我送进监狱，我也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你就算恨我，总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吧。爸爸，你就跟我们回家吧。爸爸，我们知道错了。破镜无法重圆，